东部战区的歼20隐身战机刚刚进行了一次实战化演训，完全实战化背景的武器挂载方案值得关注，更加彰显了歼20的强大战力、震慑态度。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密财虎，我是虎妞。央视军媒报道，从元旦到现在，东部战区某航空兵旅组织空中力量飞越台海，其歼16和歼10C 战机甚至一度飞抵台岛、台北防空圈上空，引起台军重点关注。防空导弹部队高度戒备，在台北的市民甚至特地在网上发声，称能够听到解放军战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台湾民众都嗅到一丝不寻常的气氛。对于解放军一系列的演训和行动，台湾西部各空军基地气氛异常紧张，数个空军基地接连起飞战机对空戒备，起飞架次远超以往。同时，解放军的海空力量这几天连续在台岛周边进一步进行全面实战化的模拟攻台训练。解放军官方则表示，这是针对当前美台升级、勾连挑衅的坚决回应。因为除了美国方面搞的那个国防授权法案外，美国还通过了新一轮对台军售。美国海军第7舰队中云号还在5号通过台湾海峡给台当局撑腰打气。种种行为让解放军进一步加强实战演训，回应美台。而解放军官方也在今日首次承认，东部战区的歼20航空兵旅针对台军进行了实战组织空战对抗训练。在华东某机场，官兵做好开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后，数架歼20战机依次升空，直刺云霄展开对决，奔赴指定空域展开空战对抗训练。此次歼20完全按照实战进行模拟空中对抗演练。台媒则认为这是专门针对台空军的举动。歼20战机携带4中2进，共计6枚导弹的实战挂载配置，升空进行实战化对抗演练。重点训练了歼20的超视距空战和近距格斗能力。歼20对于台当局构成了相当大的威慑能力，因为目前以台当局的对空探测手段和空情监测能力而言，根本没法探测到歼20的动态，这是最大的问题。而且台空军的战斗机也远非是歼20对手，像台军的幻影2000、IDF 之类的战机，连歼10C 都比不过，更别提和歼20进行对抗了。台空军能够拿得出手的，也就是美国提供和升级的 F-16V 战机了。然而这款战机在空战中根本无法发现歼20战机，面对歼20只能被屠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 F-16V 本身不具备隐身能力，所以根本无法规避歼20雷达和红外搜索系统探测。F-16V 的机载雷达只能在几近的距离上发现歼20。而歼20的雷达则可以在200千米外清晰地捕捉到 F-16V， 并对其发起超视距打击。更别提在战时解放军还有预警机的支援，所以歼20可以在不开雷达的静默状态下，凭借预警机提供的目标数据直接发射空导弹攻击 F-16V， 充当无声杀手的角色。一架歼20最多可以携带4中2进的实战挂载配置，进行空中作战任务。歼20的主弹舱可以搭载4发 PL-15超远程空导弹，这是歼20的主要武器。这款导弹射程200千米，速度超过4马赫，导引头采用氮化镓有源相控阵雷达，一旦被这款导弹锁定，逃脱几乎是难于登天。歼20还有机身侧部2个小弹舱，专门用于搭载 PL-10近距格斗弹。这款武器堪称解放军战机的新一代近战之王。PL-10射程20千米，采用多重红外呈现制导，抗干扰能力超强。导弹本身的扫描范围是上下90度，可以配合歼20飞行员的头盔显示器直接攻击目标。PL-10还采用了推力矢量喷口，结合尾部的可变飞翼，可以做出大过载飞行动作。这意味着被锁定的敌方战机无论做出什么样的机动动作，也无法逃离 PL-10格斗弹的跟踪。所以在各项性能上，歼20完全碾压 F-16V。一架歼20在空战中完全可以在以预警机、地面雷达构成的侦察体系下，先期使用4发 PL-15远程猎杀 F-16V 战机，中距弹打完后，再凭借其隐身性能逼近 F-16V 机群，发射近距格斗弹。
打完直接收工返回撤离。一架歼20携带的6发空空导弹，完全可以击落台军6架 F-16V 战机。何况东部战区空军解放军有2个歼20航空旅的兵力，所以说台军妄图想依靠从美国购买的 F-16V 对抗大陆空军的想法根本不现实。而且还要知道，台空军的全部空军基地情报在解放军那里都是透明的，战时就是解放军先机打击的重点目标。火箭军和远火旅的火箭弹和导弹将会在几分钟之内覆盖台军全部的机场。也就是说，一旦真的爆发战争，台军精心打造的空军部队甚至没有起飞的机会，少部分提前得以幸运起飞的台军战机也将很快被解放军的歼20、歼16战机立即分食了。毕竟都是会飞行的二等功。